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频道，今天是2025年6月17号，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。我们今天的直播开始于11点半，只有半个小时，今天只有半个小时，30分钟。大家可以提问你们关心的股票，但是请把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。在等待大家进入直播间提问啊！你好，秦朋友，秦李，不知道应该秦是你的姓吧？因为他这个是英文的，是吧？按照英文的那个习惯，所以说是后面那个是姓，按照我们华人的习惯或者中国人的习惯，非常准时。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标普指数，然后在这个之前，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经济方面的，这个宏观方面的。今天出了一个零售数据，比预期的要差很多，可能这个跟这个贸易战有关系。那么今天那些零售的，不知道今天的下跌是不是也跟这个数据有关系？可以看一下沃尔玛啦、Costco、Target 这些跟零售相关度比较高的这些股票。然后呢，最主要的明天要出这个美联储的利率决议啦，2点钟，下午2点，这都是美东时间。那么2点半就是这个答记者会。现在市场还是预期它不降息，对吧？鲍威尔美联储主席也是个这个怎么说呢？抗压能力比较强，是个律师出身，所以说最主要的还是看他在2点半的这个答记者会上能不能有更多的新的东西出来，还是这个2点半关注一下这个。然后呢，周四因为是6月节美国假期，那么是休市的。在周三之后是休市，所以说明天的交易会非常的活跃，交投会非常的活跃。然后礼拜五的话也会非常活跃，因为毕竟是它的利率决议之后的第一天。那或者说周三盘后一直到礼拜五盘前，这个交投都会非常活跃的。那么这是简单的说一下跟宏观经济相关的，毕竟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，因为不论是川普还是他的副总统 J.D. Vance， 都在社交媒体上给他施压，让他降息。但是鲍威尔的任期到6月份，不是到6月份，到2026年就结束了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应该能扛得住这个压力。而且川普也说了，不会炒这个鲍威尔的鱿鱼。这是这个宏观经济。那么简单说一下大盘的话，现在就是我们说过5浪或者3浪，要么是一个5浪的5浪的第5浪，或者说是3浪或3笔，因为它其中有一笔，如果说用严格定义的话，它这个是有包含关系，对吧？有一根，也就是4月9号这根 K 线破坏了这个结构。但无论怎么样的话，它这个要么是在第5浪，要么在这个有盘整背驰的迹象这个位置，所以这个位置，仓位不要太重，你可以拿着底仓，对吧？这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不要太重。但是且这个是上周五6月13号，因为以色列跟伊朗这个事儿出现一个快跌，那么这个节奏整体还是快跌慢涨这个几个节奏没有变化。看一下1小时上这段的节奏，从5767，从这个位置到6059，就是日线上那个第5浪或第3段都是差不多。那么这个周五的这个回落的话，还形成了一个潜在的一个300，它没回来，还是没回到这个1小时的这个中枢里面来，是一个潜在300。但是呢，这个反弹也不够比，所以说现在它没方向，就看它这个明天吧。
看它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之后，就该选方向了，要么是狠狠的回来一下，要么就是再次打高点也可以。如果说要是跌破上周五的这个低点的话，5693跌破它，先选择跌破它的话，那就专注，这就是这里有2次回落，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够中枢了。那么下面也有这个均线在120天、200天都在5800这个位置，对吧？5800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，也是整数位，也是前期这个回落的这个位置，又是这个2个均线的这个位置，200天和120天这2个长期均线。所以说呀，如果说有回落的话，就要注意。那么从现在的价格到5800的话，3.4%，对吧？指数有3.4%的一个空间，或者说相对来说这个空间，这个如果说指数要跌3.4%，那个股可能就5%、10%了。所以说要注意这个，往上走就无所谓。往上走其实就是说它要把这个次级别的这个内部结构，它折腾的更饱满一些。更充分一些，那就有可能要去突破这个6147这个位置，突破了6147，也就是历史高点，还没有脱离周线这个大中枢，对吧？还是在做周线的这个中枢震荡，突破6147之后，我们就要关注是不是会出现周线上的盘整背驰，因为周线上也有中枢嘛。所以说，无论怎么样，我们都知道它的一个变化就好了。这简单说一下指数。看一下，秦朋友已经问了一个 SMH， 是一个跟芯片相关的一个 ETF， 对吧？这个应该是不带杠杆的。那么这个跟那个英伟达的这个，我不知道英伟达在这个 ETF 里面所占的比重有多大，但是它的图形跟英伟达非常像。英伟达也是这么一个，对吧？一个要么是一个12345，跟指数也差不多。或者说是一个123，都是类似的图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。那么现在的最高点265.53，周线上有没有出高点呢？周线上也没有出高点。那么现在就是还是在延续，这个月线上它因为这里是出现过一次，它这个回落是完美的构成了一笔的回落，也没有碰到前面这个高点，它跟那个有点区别。跟英伟达那有点区别，所以说它在大周期上、月上的话，还是一个，比如说这是一个起涨的话，那可能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在走月线图形的第9浪或第9笔的一个上涨，这是在大周期上。那么我们就可以一点点的往下降，周线上还是一笔没有顶分型，日线上一个5浪或者说一个3段都差不多，对吧？就是还是一样的策略，就是在这个尾浪的时候，仓位首先不要太重，可以那个稍微减一减，等待它再次回落，是不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才能结束呢？对吧？你可以不动也可以，它的连贯性或者它的延续性目前比较好的时候，你不动也没有关系，毕竟它是不带杠杆的，对吧？你可以长期拿一拿，你不动不操作它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很多时候啊，很多人想把每一个波浪都抓得住，很多时候可能会踩错浪，或者说卖早了，对吧？买早了都有可能。有的时候这种它波动不大的时候，你可能不操作可能更好一些。像这种前面这个川普的这个造成它猛烈下跌，因为它是不带杠杆的 ETF， 你长期拿看好这个行业这个周期，长期拿你不动是没有关系，它又回来了，对吧？倒不是说你在这坐电梯可能是损失了这个机会，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人是什么呢？他是在这个下跌过程中害怕了，他割肉了，然后呢上涨的时候又不敢买，没想到他慢慢又爬回来了，然后你可能追在这个位置，大部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。所以说面对这种波动性比较小的，然后可以长期拿的，有回落的时候我可以买的这种，其实定投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。你也不用期待着，因为定投嘛，你也不要期望着买在最低点，然后这个每次都能买在最低点，没有关系。定投的话，其实就买一个平均值。所以说，对这种的话，我建议定投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，而不是去做它这个短期的一个那个差价操作，因为它的毕竟平时的波动比较小，
你看昨天是涨了2%多，但今天的话就只有0.08%，对吧？哎，这是这个 SMH， 简单的我们就说这么多。大家可以继续提问。但是啊，最近这2天我发现有一个这个 AMD 表现是比较突出，但是呢，它的图形上刚好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位置。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，可以简单说一下 AMD， 毕竟，我记得秦朋友你之前你也问过，应该是被我劝住了吧，对吧？你之前也问过这个 AMD， 那么 AMD 刚好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位置，是什么呢？周线上这2天应该有什么消息刺激 AMD 就是涨得比较多。那么在周线上的话，它刚好是顶到了，我们看一下裸 K，AMD 刚好是顶到了这个200周和120周这个位置，刚好是120周，120周刚好顶到了这个最高点。看一下这个价格，130.7，刚好是120周的这个位置，所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压力的位置。那么你看它周线上这个120周的周线，如果说它是支撑的时候，你看它这个踩上去得到了支撑，然后又上去了，这些回落都没有跌破120周，直到这里是跌破了120周，然后现在回来刚好又形成了个压力，对吧？所以120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根均线。你看前面这里都没有跌破过120周，这里是跌破了，然后它在下面又延续了挺长时间的。所以120周啊，在它上面的时候就是支撑，在它下面的时候就是阻力，就是简单看的话是这样。但是好就好在现在它这个张口还可以 ，MACD 对应的这个张口还是比较大的，看看它有没有这个动能把它再往上推一推，对吧？但是它因为在周线上这个下跌这个整体趋势的话，如果说它回不到上面这个周线大中枢，还是一个周线的3脉，可能是一个3脉转2买的模型也可以。回来之后，这个2买其实是可以参与的。如果说你对 AMD 这个股票非常喜欢这种 AMD， 或者说对它有信心的话，可以参与2买，但是不要这个现在就不要追它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2买的话是可以参与的，毕竟它现在整体表现的是强势的，可能有资金往里进，往里布局，看能不能够参与个2买。但是因为是周线这种大级别的，就是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，对吧？所以说现在是不应该往里追了。然后再看一下它最后这一笔的一个内部。那么在日线上也是一样，差不多的结构，要么是一个12345，要么是一个123，对吧？都是一样的。这个4月9号这根 K 线，所有的股票都是4月9号这根 K 线破坏了这个结构，破坏这个整体的一个结构，就因为川普在4月9号发的那个推文的原因。所以说这是，你也不能说指责是特朗普操纵市场。因为他也是特朗普也是市场的合力的一部分，他也是这个分力的力量比较大。为什么我们要关注特朗普的这个推文的原因，是因为市场也关注他的推文，那么他的推文对市场造成影响比较大，就是这个分力的力量比较大。以前我们关注美联储，因为美联储的力量是最大的，就是这个分力的力量最大，所以我们要多关注美联储的这个政策。现在是这个川普了。所以说我们要多关注川普的这个推文，就在这里的。那么现在在图形上 AMD 这是第5段了，第5浪第5段，对吧？都不是你往里冲的，而且你看它这个最后这段有过2次回落了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它的小周期上也是一个小5浪，而且这个 MACD 柱子的长的这个面积明显就比前面要小很多，但是呢。唯一就是它这个 MACD 并没有明显的掉头往下走，所以说呀，有的话你可以拿一拿，没有问题，可以再继续持有一下，毕竟它短期的这个动能没有出现明显的衰竭，对吧？你可以继续拿一拿，看它能不能再往上冲一冲，也就是说这个第5段可以再往上冲一冲，有的话你可以继续拿，没有的话就不要往里追它。那你一追它很有可能就是给你一个大的一个回调，在这里做了中枢之后再往上走，或者说直接走反向也可以，对吧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就是长期看好的票啊，虽然说它可能短期动能比较强，你可以买回落这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不要去追。好的，简单就说这么多 AMD。
啊，你本来想问 AMD 是吧？我不是我不喜欢，我没有不喜欢，我只是说我们选择要操作某一个的话，你要短期，比如说你短炒的话没有问题。如果说长期操作它，毕竟我们是只做龙头股票的，因为 AMD 在它这个行业，因为英伟达是很明显的龙头嘛，对吧？但是最近这两天，你看昨天 AMD 涨了8.81%，但是英伟达那边没有什么表现。你要说做短线的话就无所谓了，谁强就跟谁，他强你就可以做它。但是长期的话，是要从基本面和比价关系来选的。所以说我不是说不喜欢，我没有喜欢某一只或不喜欢某一只。这个股票嘛，我们都是来进到市场里面，最终目的是为了利用股票赚到钱，而不是说喜欢谁。千万不要跟股票谈恋爱，这是禅师说过的，不要对股票有这个怎么说呢？不要有喜好，你不要喜欢某只股票，因为你喜欢某只股票、某一个公司来操作它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。不要由你的喜好来决定你是不是要操作某一只股票。我们是有基本面比价关系决定了我们是不是要看它的技术面来操作，而不是因为你的喜好。所以我没有说不喜欢这只股票，而是说它不适合操作，就这么简单的原因。然后看一下12位朋友问的 Coinbase 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大的图形上有没有什么变化。它这个周线上我们之前是分析过，周线上有过4周回落，但是并不构成一笔，对吧？现在周线上还是在这一笔的延伸中，或者说它在新的回落过程中，也就是说它在周线上它没有方向，在周线上它处于一个箱体也好，中阴段也好，对吧？它要么是再次突破277，要么是再次跌破235，周线上才有方向。所以周线上现在是没方向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日线上，也就是说从142.58这个起涨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左侧的我们可以不看了，我现在只关注142.58右侧的。右侧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它能不能有新的演变。这里有过一次回落了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我们看，它可以两个方向都可以，要么是往上选突破277，那就是一个1、2、3、4、5，对吧？要么是再次跌破235，那是235吧？周线上那个低点235.29，对，跌破235的话，就是一个周线上就回落这一笔就够笔了，那就是其实是1、2、3构成这个左侧的话，1、2、3构成了周线上一笔，右侧其实啊，它这个是1小时上或者说4小时上，它这个是肯定有中枢的，那么它是回落的比较浅，造成了它这个回落的时间长。就是以时间换空间，很多的时候你发现股票是两种方式，要么是快跌，快跌的话就是以空间换时间，你快跌它就调整的快，那么它调整快的话可能很快可以微转回去。那么像那种是以空间换时间，就在这里磨，它没有方向的时候就在这磨，然后可能往上走。所以说它这种是以空间换时间，这种你不要期待它有大幅的上涨或者下跌，在没有出现它选择方向之前。那么也就是说它在1小时上是有这么一个中枢的，你所能做的就是先围绕1小时中枢震荡。它目前好就好在它这个整体的 MACD 如果说能够交叉形成一个空中加油起来的话，那就再次突破277。毕竟它还在0轴以上，整体还在0轴以上，所以说还是有回落做多是我们应该做这样的选择。而且它这次回落刚好也是在200天跟120天这个位置，对吧？也是得到了长期，因为这两根均线就是长期持有这个股票的人的一个价格的位置，所以说他们得到了他们的支撑，然后起来。所以这个我更倾向于个人，如果说有倾向的话，我更倾向于它再次突破277，突破277之后，看它能不能够这个第5笔或第5浪那个延续。强的话可能再往上走一走，有个6和7都可以的。这就是Coinbase 它一个简单的一个图形，简单的一个分析。
所以这种，而且现在也出现了底分型啦，而且昨天的一个高开还出现了一个跳空缺口，是不是也是有什么消息的一个刺激？哦，他要在他的平台上，出一些，怎么说呢，就是类似 CDF，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CDF，就是类似一个衍生品，就是股票那面它是一个衍生品对标于股票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在它的平台上交易这些这个股票，然后但是它不是 underlying，它只是一个 derivative，是衍生品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可能是 Coinbase 可以利用这种方式，其实就是一个变相的这个在它的这个平台上可以交易股票。这样的话，你可能利润，我不知道它通过什么来这个实现这个利润，但是如果说能够，肯定让它的交易度就是活跃度是非常高的，交易量是会非常大的。如果说能够通过这个他申请的这个东西，如果说 SEC 如果说能批准这个的话，那么对他来说肯定是一个利好。就是可能现在是他在争取这个，但是 Coinbase 大家知道，现在跟特朗普家族的关系是非常好的。那么最近那个250周年陆军这个或者特朗普的生日的时候，还有 Coinbase 大广告，大家都看到那个视频了吧？就是他们现在，特朗普家族他的几个儿子都在搞跟比特币相关的各种 ETF，对吧？所以说，我估摸着通过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。毕竟现在这个也算是当红炸子鸡吧，那么通过的可能性大，所以我也更倾向于它能够再次突破277。这是简单的说一下这 Coinbase ARM 的图形是不是比 AMD 要强？ARM 的话，我们之前说过，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软银的所占比例太大，然后造成这个股票变相的盘子就很小，那么它的波动相对是比较大的。那么它在这个周线上有这么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图形，我们可以把周线上它图形给它更正一下。那么 ARM 大家都知道，它主要就是卖它的这个 copyright， 对吧？这其实是一家英国公司，在美国上市。那么还没有脱离，整体没有脱离这个大箱体，周边上这么明显一个大箱体没有脱离。你说它比 AMD 要强，不一样。AMD 的话，上市时间久一点，图形不太一样。这个 ARM 的话，就明显是一个箱体震荡，对吧？明显的是一个箱体震荡，所以说它操作起来更简单。就是 ARM 的图形更简单，AMD 的话相对复杂一点。所以说你要是操作 ARM 的话，相对是简单的。它这个箱体的空间还挺大的，60%以上的一个空间还是挺大的。所以说操作好的话，ARM 其实是容易的，对吧？到了大箱体的上面，你就减仓嘛，下来的话再加，只不过这个时间可能就长了。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测一下它这个时间跨度，11个板就是11周，这是11周的时间，这是这次回落。那么前面这个可能能快一点，我们把这个放在这里，这是经过了11周。那么前面这个的话，9周，对吧？就是9到11周，它一个回落的时间，你能不能够忍受得了这个时间？所以说，这也是它的节奏。它的每次回落就在9周到11周这么一个，就是10周左右吧，10周左右的时间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震荡的这个周期，对它来说。那么现在周线上又这个上涨的够一笔了。我们看一下日线上，日线上的话，这里的这次回落够一笔，它这个4月9号就没有造成影响，看到没有？它这个4月9号那天的 K 线就没有造成影响，所以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笔回落。然后这里这个回落的话，这个 K 线在这里，那么这里的话，可以这样画，也是一个五浪，也是一个五浪。那么它这个日线的话，跟 AMD 是一样的，
日线上这个 AMD 也是一个这玩意儿，也是一个五浪，所以说有的话可以拿没有问题，有的话可以去拿一拿。你看它也是在裸 K 的话，也在200天和120天之上，它可以继续往上生长一下嘛。这个我们不知道它能生长到多高，它完全是可以到这个周线的这个中枢上沿，也就是166附近，到这里，完全可以到这里，然后再回来，甚至是可以一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都可以，对吧？就是明显的压力在这个周线的上沿这个位163吧。那现在有的话可以拿，但是没有的话不要追它，毕竟也是一个，等它还是要买大一点的回落才好一点。好的，简单说一下 ARM， 然后再看还有4分钟时间，我们今天只到12点半就结束了，今天只有直播半个小时，今天只直播半个小时，所以 Helen 朋友问了好几个，我们只能分析一个，我们只能分析这个比特币，我们只能分析一个。那么比特币的话，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构。从这个74420的话，我们之前说过1、2、3、4、5，一个五浪，对吧？现在开始五浪之后，不是说五浪之后它就结束了，或者说是这样一个五浪，就这个五啊，可以是出高点，也可以是不出高点，这都可以是五浪，或者因为我们缠论五浪五段都没有关系，结束之后它要演变的。你要么是回来在这里做中枢，或者说直接就在这里做中枢，没有啥太大的区别，对吧？现在它就是开始在这里做中枢，那么就是要大概率是要把这个位置跌掉10746，跌掉之后，这个日线上这一笔就形成了，那就看它这里是不是也可以再次跌破这个前面这个低点100377。跌破它也无所谓，就是说，就是可能这个是一个下跌，这个类似一个旗形整理，很多人管这种叫旗形整理，或者说有一个通道型整理，对吧？它再次跌破这个位置也没有啥关系，你可以用这个扩展器有一个等比例的位置在99028，也是刚好跌破了10万，跌到这里也没有关系。如果说它跌破它的话，那你就要先小心一点了。如果说它要跌破这个99028的话，意味着这段下跌没有被持，跟这个没有被持啊，那么它可以完全是走一个五浪的结构，对吧？所以说99028就是一个我们一定要关注的这个点位，就是说现在不要着急，你如果说想买它的话，不要着急买，等它跌稳当了，对吧？你看它这个 MACD 也是，这个张口现在有点大，有点要往下寻找支撑的位置。就是99028，看它能不能够撑住，撑住之后是不是要能够快速起来往上走，还是说撑住了，然后再弹一次再下，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反向中枢。以这种模式构成什么呢？以这种模式构成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就是一个周线上的一笔回落。那么这个位置可以大仓位的往里干，加一加，看它们能够再上去。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个回落的这个走势类型、这个结构走得更饱满一点而已，对吧？所以说，现在它处于这种相对纠结或相对没有那么的干净利索的上涨，像前面这个浪形往上涨的时候，它是稍微凌厉的、节奏快的这种，你可以多拿一拿。在它这种比较纠结、没有方向的时候，你可以耐心的再等一等，不要着急抄。这种着急买的话，你就很容易买在这个半山腰。如果说它真是出来快速往下走，那完全是可以一个5的之后到这里91845，对吧？所以啊，不知道现在这个虽然说特朗普他们家他儿子都在搞这个跟比特币、跟虚拟币相关的各种东西，他也是通过这个大量的敛财，通过这个虚拟币这些东西，他自己也有这个虚拟币，所以啊，肯定是还会有，毕竟他这上任这也就半年，对吧？还有3年半呢，大动作肯定是有。长期这个比特币的话，肯定就很多人说它有泡沫啊，又这那的，或者说什么新的郁金香，其实没有意义，说这些都没有意义。那这个价格是由供求供需关系，有人买它就会涨，对吧？所以你说它博傻也没有问题。就看它这个，但是啊，我还是建议大家只操作 ETF， 不要去玩它的合约，因为合约是带杠杆的，周末也能交易，造成的心理压力可能更大一点。
你就买它的 ETF 就好了嘛，对吧？有回落买 ETF，然后那个长期拿，这是我对比特币，一直是这么一个态度。好的，那么的话，今天只有半个小时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我们的直播就到这里了。